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sson 的。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我们搬到京都已经2个半月，总算都安顿好了。今天就来回复大家关于我们移居京都的提问。移居日本算是蛮困难的哦，主要是因为日本并不是移民国家，那没有像退休签证这类的长居签证。那想要移居日本，一般就只能够透过留学或跟日本人结婚，或要不就是工作签证。那例如被日本公司雇用，或是被台湾公司派遣到日本。那除了上面的几种方式，其他的应该就只剩下了经营管理签证了。那经营管理签证简单来讲，就是到日本开公司。那我们这次移居日本就是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这个方式。经营管理签证呢，我们是找一家东京在地的行政书士代办。那在决定要办理前呢，我们跟行政书士用 LINE 讨论过好几次。那除了了解对于经营管理签证的疑问，他们也会评估成功办下来的可能性。那过程中也有安排跟行政书士做视讯会议的面谈哦。那因为如果没有成功申办的话，他们的代办费只会收一半。那如果成功率不高的话呢，他们就不会接受委托账。那等到确定要申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签约。我们是在去年的11月中旬签约的。那之后办理的整个流程就是首先呢，先汇500万日元到行政书士的账户。那这个500万日元呢，是外国人在日本成立公司的最低资本额。其他像是代办费用、开公司的规费，然后手续费、办公室的租金等等，都会直接从这笔资金里面扣除。所以我们在入国前就只需要汇这一笔费用。那如果签证没有办下来，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剩余的钱扣除一半的代办费用，再汇回台湾。那除了资金以外呢，我们的印章、印件证明要邮寄到日本，然后结婚证书跟银行存折半年内的明细也要一并做成数位档 email 给行政书士。然后提供结婚证书呢，因为我们是夫妻一起办理嘛，所以要证明我们的夫妻关系。那存折明细呢，则是要确认这笔500万日元的公司资金呢是我们自己的，并且存在我们的账户最少要有6个月的时间。那这样才可以证明这笔钱不是临时跟别人借来的。那等这个资料都齐全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帮我们租办公室。然后因为没有办公室的地址呢，就无法注册公司。那等办公室设好之后，就是办理公司注册，然后等公司成立之后呢，才能够申请经营管理签证。那注册公司还算是蛮简单的，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经营管理签证能不能办下来哦。那因为这个部分是需要经过日本政府审核的，我们也看过很多人申请这个签证的经验是足足等了4到6个月的审核。但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幸运的，送出申请后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，签证就下来了，我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所以整个申办的过程呢，比我们预期的快非常多，也顺利很多。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很担心会被骗，毕竟也不认识这位行政书士，也不确定签证会不会通过，而且还会这么一大笔钱过去，所以当时原本是抱定了被骗了就认了的心情。但整个等候的过程呢，其实是蛮紧张的。还好我们委托这位行政书士呢，他很值得信任，他也非常的细心，那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这个程序。我们原本一开始海外 long stay 的目标其实是泰国的曼谷。那因为泰国有一个退休签证是可以长期居留的，所以过去几年呢，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安排去曼谷旅行兼考察。那我甚至还上了半年的泰语课。不过因为泰国的退休签证要满50岁才能够申请，由于年纪还不到，就只能够等。那等着等着呢，疫情就开始了。然后有一天，我们突然发现，那个葡萄牙也有一种非盈利的 D7 签证，而且这个签证呢没有年龄的限制，那申办的门槛也不高，不用准备一大笔现金。那加上里斯本的气候非常的宜人，我们又很喜欢欧洲，而且葡萄牙也有很多经典的甜点。
那据说葡式料理也很适合台湾人的胃口。那在找资料的时候呢，刚好遇到了一个里斯本律师楼工作的台湾小女生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跟她通电话，然后咨询，然后很快呢就拿到了代办的报价跟程序的资料。那所以当时我们几乎是很确定要移情别恋去里斯本了，去里斯本 long stay。那不过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签证审核是暂时停止的，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呢，就开始学葡萄牙文。那最后为什么又去了日本呢？因为疫情呢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在等待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偶尔看到一个日本行政书士关于移居日本的影片。那内容是提到说，那个 YouTuber 呢也可以申请创业移居日本。我们就想说，是真的吗？我们不就是 YouTuber 吗？那真的可以移居日本吗？原本我们只是好奇，想要去了解一下。毕竟我们都已经决定要去里斯本吃蛋挞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想到跟这位行政书士咨询了之后呢，他们觉得我们申请的成功率很高。那这给我们一点信心，给我们很大信心。我们就想说，好像去日本也不错啊，毕竟日本离台湾又很近，然后文化的隔阂又不像欧洲这么的大，所以我们就抱持着姑且一试的心情，没想到就成功了。就是因为整个过程很短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仓促，所以完全是没有时间学日文的。结果就是呢，学了泰语没有去曼谷，学了葡萄牙语也没有去里斯本，没有学日文呢，却来了京都。其实选择京都也没有很特别的原因哦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之前来日本的次数很少，20几年前去过一次东京，那疫情前去过2次京都。那第2次去京都的时候呢，有顺便去大阪住了几天。那比较起来，我们是蛮喜欢京都的步调，觉得它很适合走路跟骑脚踏车。那移居京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决定。老实说，我们是在确定拿到签证后才开始学50音的。那因为当初也不知道会不会办理成功，加上在京都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，所以落地后呢，我们是抱持着用 Google 翻译跟厚脸皮去把该办的事情办完。那心里打算，如果一次办不下来，就再办一次，反正就是不断的闯关，那总会有办成的时候吧。那不过很幸运的是，当初我们的行政书士有介绍一位会说华语的地产担当，那公司的办公室呢，就是请他帮我们租的。那原本计划在落地的第2天呢，我们是要自己去办那个住民登记。可是没想到呢，这位地产担当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们，然后他主动说要开车载我们去区域所办住民登记。那这个住民登记呢，必须在入国后14天内完成。那我们办好住民登记后，他又带我们去入管局更新在留卡的地址，并把在留卡上的姓名从英文改成汉字。那因为我的签证是属于家族自在，海关核发的在留卡它没有标注工作许可，所以也顺便帮我更正了资格外活动许可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我在日本也可以合法的工作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他之后呢还带我们去办了手机门号，因为在日本如果你没有手机门号，你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办不成的。然后接着呢又带我们去银行开户。那现在的公寓也就是他帮我们找到的，那包含公寓里面的 WiFi、水电、瓦斯呢，都是他帮我们处理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顺利的在落地后的2周内完成所有的事情了。那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没有讲到日语，那只负责在旁边傻笑还有签名这样子。那以上的程序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要买家具跟家电。家具是我们用很有限的日文跟 Google 翻译把家具都买下来了。那买家具是相对简单一点，但是买家电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因为你要知道哪一台的性能很好，或是它功能有哪些，那不同的机种有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子，那有非常多的细节你要沟通。那当我们在家电大卖场看冰箱的时候呢，刚好又碰上了一个会讲华语的工作人员，那这个先他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又很细心。
非常的耐心。我们还试图跟他杀价，那他还跟我们讲说，你只要在网络上看到更便宜，他就可以去帮我们争取到这个价格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完成了所有家电的采购。所以在初期真的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那我们也有想过，如果没有人帮忙的话，那以上这些事情呢，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又耗时，也有非常高的几率呢，会犯非常多的错误。在日本工作不会日文的话，我想是非常困难的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吧。那不过现阶段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拍影片做 YouTuber， 那所以日文的需求度会比较少一点。那等以后日文进步了，就有可能可以跟其他的公司谈合作。目前是还没有想到过定居这么长远的事情，那想说在这里能够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一切就顺其自然了。那会不会回台湾呢？当然会啊，因为我们的家人都还在台湾。我们的确是有想过，顺利的话能够在日本待个3-5年。那如果到时候呢还有机会的话，也许就到里斯本 long stay。那这也牵扯到体力跟财力，所以也就是顺其自然了。我们觉得移居海外或者是到海外创业这种变化很大的决定，心理准备其实是永远不够的。那因为这是脱离舒适圈的一种恐惧感，你会一直觉得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足，所以严格来讲呢，我们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心理准备，只有不断的问自己，你想不想去，你要不要去这样子。那资金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条件，尤其是我们是以经营管理签证过来，那成立公司的500万日元，它必须在个人账户里最少有6个月的时间，来证明这是你私人的钱哦，不是借来的。那还好之前为了要申请曼谷的退休签证，那泰国是有规定这个签证一个人要80万泰铢的存款证明，所以过去几年呢就不断在存钱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刚好派上用场了。所以移居的费用我们也算是准备了一段时间。我们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断舍离的问题，因为在台北生活了几十年，那累积下来的东西也不少，很多东西呢都有情感上的连结。但国际搬家的费用很高，那一开始搬家公司来看了我们所有的家当后，那初估海运的费用大概是将近17到18万台币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真的太贵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整理、丢弃，还有把东西送给别人。那最终，我们成功的把所有的家当压缩到只剩下一个站板。那这也是海运的最基本的量哦。那费用也便宜很多很多。因为国际搬家是走海运，那虽然货船从台湾开到日本很快，但到了港口后呢，还要排队等清关，那这个会很花时间。那一般来讲，搬家公司通常会预估是40到45天左右，才会完成整个清关送货到府的整个流程。那所以说呢，入国之后大概还有45天的时间去找房子。那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找到，搬家公司都会提供一个免费的仓储时间。那如果超过太多天，才会收取仓储保管的费用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实际的情况是，总计从寄出到收到大概花了48天。我们是在7月6日入国，那7月8日只看了2间房子就决定租了其中一间。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房仲呢，在我们还没有入国前，他就已经帮我们找了很多的房子让我们参考，然后也让我们过滤掉一些不适合的。所以整个速度都非常的快。那我们搬进新房子后，反而花了1个月的时间在等海运的行李。因为是实际要居住的地方，还是实际来看过会比较妥当。那除了屋况、周边的环境还有交通等等，最好都是现场来感受一下会比较好。那当然也是可以先来一趟，等找到好房子之后呢，再搬家。但这样的成本就会比较高，而且在疫情期间基本上也做不到。那当初还没有来之前是真的有一点担心，但实际运作下来，我们是觉得时间蛮充裕的。那入国前我们原本是订了1个月的酒店，但后来呢，我们还提早搬出饭店。在税务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有开公司，所以有请一个专业的税理士来帮我们打理税务哦。那关于房子的部分，在日本租房子哦，说起来是蛮复杂的。
之后我们应该会再拍一集来分享跟租屋相关的影片。目前没有考虑置产，但我们会买车，会买2辆脚踏车。因为我们的地产担当跟我们讲说，在日本骑脚踏车呢不能够载人，只能够载小孩，所以要1人1辆。医疗的部分呢相对简单，那日本也有健保，而且是强制性的。一般来讲，去办理住民登记的时候，就可以一并去办理健康保险。但因为我们是开公司，所以是加入社会保险，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健康保险。那法律的部分，就要不断的去发问，像我们是常常咨询帮我们代办的行政书士，那他跟我们讲了很多，然后像我们的地产担当呢，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，那大致就是这样子。相较起来是比较不困难的，因为日本的饮食、生活跟文化对台湾人而言是相对熟悉的，而且它又离台湾很近。那尤其是相对于欧洲而言，选择日本呢会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们原本认为有些地方会不适应，例如像是垃圾分类、房子空间普遍比较小，又或者是要保持安静，不要干扰别人等等。像我们在这个公寓住了2个月，那只有一次呢，在半夜的时候，隔壁夫妻在吵架，然后还听到老公撞墙的声音。那整个过程呢，非常的短暂，没有1分钟呢，他就安静无声了。那这是唯一一次晚上10点以后，我们听到邻居的声音哦。那日本人真的都蛮安静的，但这些生活上的细节，最终呢，我们发现很快就适应了。反而是我们觉得比较不会有问题的，像是饮食的部分，倒是有一点不适应。那因为来观光和居住，在饮食上面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那观光因为天数有限，吃的餐厅都是万中选一。那住在这里之后呢，每餐吃下来就会觉得他们的食物都普遍有点偏咸，而且外食的蔬菜很少，那连便当的蔬菜都很少，那这是比较不适应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在家里自己做。那其他的部分，我觉得就还好。不过我们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的时间还很短。那以后或许会发现更多的不同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中年移居海外，我们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包袱太多。不然中年移居应该是最容易的。那因为性格相对成熟，那财务也相对稳定。但是在中年移居会变得这么困难，主要是因为待在舒适圈太久了，反而什么都不敢。那感觉任何一个决定呢，都会动辄得咎，不像年轻人出国念书就出国了，那没有什么负担。然后有些事情是需要一点冲动和勇气。当然不是说不会失败，但失败呢好过没有去做。因为步入中年后，能够活动的时间也剩不多了，所以尽可能的把握时间，想做能做的就赶快去做，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。那这同时也说明了，我们为什么要移居海外。那每个移居海外的人各有各的理由。那有些人呢是为了逃避某些问题，那有些人呢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成就。我们比较像是去探索，因为不断的向外探索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持续的向内探索。那虽然前面有提到这次的移居计划呢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计划，感觉相当的仓促。那但是到海外 long stay 这个想法呢，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已经酝酿非常久的时间了。那老实说呢，我们在台北的工作和生活都很自在。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舒适圈，是我们花了几十年一点一滴量身打造出来的舒适圈。那虽然很自在，不过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，对很多事情的热情就越来越少了，然后会越来越习惯性的视一切为理所当然。于是我们就想说，能不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生活看看。虽然很困难，然后也充满恐惧、挑战还有冒险，但是就是会有那种活着的感觉。那这样说是有一点抽象，但念头的本身却是很单纯的。那这次募集到的问题还蛮多的，有一些是跟租屋有关。那前面有提到，我会单独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在京都租房子的事情。那有一些则是跟移居较不相关的，那之后也会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
那今天的 Q&A 回答就到这里结束咯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 Gaston， 别忘了帮我们影片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对了，我们的 IG 经常会分享我们在京都的生活片段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。下次见了，拜拜。